梅利达是尤卡坦州的首府，也是尤卡坦半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还是我们在图卢姆旅居期间造访的城市中最喜欢的那一个。它的喧嚣宁静，它的优雅古朴，它厚重的历史，它热情的居民，都让我们印象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在拉贝亚梅利达的24小时吧。又是一个赶往图卢姆巴士站的早晨，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今天我们要去尤卡坦半岛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梅里达，不过我们在梅里达停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4小时。24小时能在梅里达干什么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吧。我们这次出行选择的仍然是阿斗巴士。图卢姆距离梅里达约260公里，巴士全程需要大约4个半小时。途经巴亚多利德，我们是上午8点57分的巴士，大约中午12点半到达梅里达。从巴亚多利德往梅里达开出来没有多久之后，就能看到高速公路左边的玛雅铁路铁轨，有很长的一段铁轨和高速公路是并行的。One nap later. 早上9点从图卢姆出发，经过4个多小时，现在终于到梅里达了。我们现在首先要去参加一个 Taco Tour 来解决今天的午餐。我们的导游带我们来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市场，我们就在这里面解决午餐。这里真的像迷宫一样，非常的热闹，但也很容易迷路啊。卢卡斯·德加尔韦斯市场是梅里达一处非常传统的市场，它于1887年落成。市场内有售卖水果、蔬菜、服装、日常用品等各类商品的摊位，也是品尝地道尤卡坦料理的绝佳去处。刚刚从市场里出来，我们现在准备去酒店入住了。刚刚试了好几道这边尤卡坦的典型料理，都非常的好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panucho， 炸过的玉米饼，脆脆的口感非常的棒。其次就是 cochinita pibil， 非常多汁，风味浓郁，非常棒。这就是我们在梅里达的酒店。房间还是蛮大的。它的窗户正对面就是梅里达最主要的一个 church。在回酒店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按自己的节奏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1542年，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梅里达这座城市。然而，
这座城市的历史并非从这时才开始。当西班牙人到达时，这里原本是一座名为梯后的玛雅城市，其中心正是今天梅里达老城区的中央广场。这座玛雅城市的金字塔让西班牙人联想到了母国城市梅里达的罗马时代建筑遗迹，因此他们决定将这座新征服的城市更名为梅里达。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梅里达的 Centro Histórico 历史中心，也就是它城市最古老的城区部分。现在马上要到达的就是城市的 Plaza Principal 城市主广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梅里达的另外一座主要教堂，它就位于城市主广场的对面。我们现在所在的圣伊尔德方索大教堂始建于1561年，完工于1598年。它是美洲大陆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也是墨西哥第一座完工的主教座堂。和尤卡坦半岛上许多古老基督教堂一样，这座宏大的教堂仍保留着玛雅文明的痕迹。当西班牙人征服这片土地并建立梅里达后，他们拆除了城市中的玛雅金字塔，将金字塔的巨大石块用作大教堂的地基，同时还有大量当地玛雅人作为建筑工人参与了教堂的建造。也正因如此，这座教堂在历史的沉淀中也承载了些许玛雅文明的尾韵。我们现在要去中心广场南面的 Casa de Montejo 参观。Casa de Montejo 是尤卡坦半岛的西班牙征服者 Montejo 和他的儿子、侄子所建造的官邸，现在已经是转变为一座当地的博物馆。我们现在马路对面就是 Casa Montejo， 这个建筑大门和外立面确实蛮有历史感。Casa de Montejo 始建于1542年，完工于1549年，现在是墨西哥国家银行管理下的一座博物馆。馆内的永久展厅复原了19到20世纪初建筑内的陈设，并且展示了房屋主人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其中也不乏远渡重洋来自中国的瓷器。华灯初上的梅里达，入夜之后的梅里达中心广场。墨西哥这边的国旗有一些真的是尺寸惊人，在墨西哥城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早餐就在这里解决了。这就是今天的早餐。我们现在要去梅里达另外一条非常有名的大街 Paseo de Montejo。Paseo de Montejo 是19世纪的墨西哥城市建设者以法国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为原型所建造的。沿着60号街一路向北，再转个弯就到 Paseo de Montejo。蒙特霍大街或许是梅里达最著名的街道，它以法国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为模板，建于19世纪末期。那时正值尤卡坦半岛的建马产业繁荣时期，因此蒙特霍大道沿街分布着许多优雅的豪宅，那是富有的庄园主们为自己建造的府邸。Parque de Santa Ana。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小教堂。圣安娜是梅里达历史悠久的社区之一，社区以圣安娜公园为中心。公园内的圣安娜教堂建于1733年，最初是为皈依基督教的玛雅人而建。社区最初是玛雅工匠和劳动者的聚居地，后来在殖民时期逐渐发展，并且一度是城市公墓的所在地。现在，圣安娜以殖民风格建筑、传统市场、艺术画廊和美食摊位而闻名，是探索梅里达本地生活和历史文化的不错选择。经过桑塔安娜公园，来到47街的这个小转盘，这里就是 Paseo de Montejo 的起点了。进入蒙特霍大道，确实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老城区狭窄的街道被一条宽阔整洁的大道所取代，两旁绿树成荫，欧式豪宅密布，也没有了老城区的喧嚣。这种气派而祥和的氛围，恍惚间让人有种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或者北京长安街的感觉。梅里达的共享单车。我们现在在蒙特霍大道的东侧，从南往北走。因为这条大道很长，我们就打算走到它前面很有名的一个地标——祖国纪念碑，从那里过马路，然后就掉头，再沿着蒙特霍大道西侧走回老城区的核心。这就是今天上午的打算。前面就是非常有名的梅里达祖国纪念碑了，它是20世纪中期由哥伦比亚著名雕塑家罗穆罗·罗佐完成。走到这里 Paseo de Montejo 的历史路段就差不多结束了。不过我们就要绕到它的东面走回去，去参观这条大道上的几个博物馆。现在我们来到了 Quinta Montes Molina， 这是 Paseo de Montejo 上保留的最好庄园建筑之一。La
Quinta Montesmolina 由来自哈瓦那的富商唐奥雷里奥建造。他于19世纪末来到梅里达，修建了这座豪宅作为自己的住家。1915年，房屋被转售给另一位富商唐阿维利诺。阿维利诺家族保持了房屋的原始设计，之后他们决定将其开放为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的一张亚洲面孔照片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询问后得知，这张照片记录的是20世纪初期来到梅里达的韩国移民。当时有1000多位韩国人被一家日本公司安排来到梅里达，作为劳工在当地建马庄园内工作。他们也是来到墨西哥的第一批韩国移民。虽然之后其中大部分陆续搬离了梅里达，但还是有一些选择了永久定居在这里。2005年，在当地韩裔居民的支持下，梅里达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博物馆来纪念这段历史。可惜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去这个博物馆。Felipe Carrillo Puerto 纪念碑。走到了地区人类学博物馆。我们这次本来打算去更北面的大玛雅世界博物馆，那是梅里达关于玛雅文明的一个更大更全面的博物馆，但可惜我们这次来的时候，博物馆因为电力的问题没有对外开放，真是可惜。不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小博物馆，当地称为 Palacio Cantón，曾经是尤卡坦州州长的官邸，建成于1911年，也值得一来。在梅里达的最后一餐，我们还是选择来吃 taco。梅里达给我们的感觉很亲切，有点想起了泉州。这两座城市或许都不是最知名的旅行目的地，甚至在各自地区都有更有名的城市，但正因如此，它们反而保留了独特的历史韵味和生活气息。时光雕刻白石墙，微风轻抚旧时光，白色之城，我们一定会再次来访。